你问我每次上香为什么都会遇到怪事，那还要从我的特殊职业说起。我的名字叫婷婷，跟无数少女一样，都怀揣着一个明星梦，于是就背着家人参加了演员培训班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我比任何人都要认真努力。这天晚上，我给老爸表演真诚的微笑，可老爸却说我是神经病。但是一旁的张警官却注意到了我，他把我调到警局后，想要聘请我做警局的案件还原师。我一听是扮演受害者，担心亵渎往生者，可张警官却说我是在做好事，他们不但不会生气，而且会感激我，并且在我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有上电视节目的机会。为了出名，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他。这次我要表演的是一个被强暴的女孩。看完女孩的资料以后，我就进入了状态。扮演罪犯的演员对我的演技十分认可，配合着将当天的案情完美重演。由于我的演技过于逼真，一旁的观众都被触动，冲破了防线，冲进来殴打罪犯的扮演者。受害者的母亲更是将我当成了他的女儿。张警官对我的演技非常满意。当他们把罪犯的扮演者抬走，收拾好现场后，我又给受害者上了一炷香，告诉他这只是在演戏。隐约中，我似乎感觉到受害者在感谢我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在报纸上见到了自己的精彩演出。张警官果然没有骗自己。很快，张警官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罪犯在看过报纸后，居然投案自首。就这样，我的演技越发的成熟。这次，就连扮演罪犯的演员觉得自己做的不对，大哭了起来。每次表演后，我都会跟往常一样，给受害者上一炷香，表示我只是在演戏，并无不敬的意思。长此以往，我也成为了一种另类的明星。出于我的出色表现，警局也给我涨了工资。发了工资以后，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大彩电。今晚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大新闻，泰国选美小姐阿明疑似被害，警方只找到了她身体部分组织，并未找到尸首。我觉得这就是我做上大明星的机会。果然，当天晚上，张警官就带人在一间秘密的出租屋中找到了阿明的尸体。阿明的前男友更是成为了案件唯一的嫌疑人。在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急忙做好功课，收集了所有关于阿明和她男友的信息，然后给张警官打电话，表示自己想要出演受害者阿明。可张警官却告诉我已经有别的女警报名，我只能失望地挂断电话。随后，我便在阿明的相片前祈祷，如果能让我扮演他，我就会全心全意地演出。可能是我的祈祷真的起了作用，扮演阿明的那个女警当晚就出现了意外。次日一早，我在买早餐的时候接到了张警官的电话，让我出演受害者阿明，但是他并没有把女警察被吓死的事情告诉我。为了抓住这次机会，我立刻回家做功课。我先是找出了所有关于阿明拍的视频和新闻报道，然后开始模仿阿明走秀的样子。在一本杂志里，我发现阿明最喜欢跳民俗舞，于是我便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起来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阿明居然出现在我身后。我急忙向他保证，一定会将他演好。随后，我便来到案发现场，然后祈祷让阿明上我的身，让我感受一下他当时的痛苦。这样一来，就会更好的还原案发现场。可当我坐进阿明被害的浴缸后，真的体会到了千刀万剐的感觉。隐约中，我听到阿明跟我说，她的前男友并不是凶手。苏醒以后，我摸了摸身上没有伤口，才放下心来。走出案发现场后，我就给张警官打电话，把阿明前男友不是凶手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可张警官却觉得铁证如山，不会有错。就在此时，电话信号突然中断，张警官也看到了他毕生难忘的一幕。次日一早，我便打扮成阿明的样子来到了警局。就在开始表演的时候，我突然挨了一耳光，转头一看，发现阿明居然在人群中。他再次提醒我，前男友不是凶手。可能是我的演技太好了，阿明的前男友居然把我看成了阿明。
就在我要为阿明的前男友澄清罪责的时候，张警官突然出现，一阵眩晕感突然袭来，我就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以后，张警官告诉我这件案子已经了结，我在警局被上身的事情也上了新闻，家人担心我出现意外，就请来了灵媒。灵媒给我催眠后，居然画出了一幅陌生的画像。灵媒告诉我，这是我被附身后所画。我非常疑惑，就带着女人的画像到户籍中心寻找线索。警察告诉我，这个女人叫菲菲，是个整容医生，并且跟刚刚被害的模特阿明是闺蜜好友。我隐约间觉得阿明的死跟这个菲菲有关，于是便深夜拜访菲菲。原来两人在夜场相识，当时阿明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，那时候阿明还是单身。菲菲见他非常有潜质，就把他打造成了一线模特，当时两人也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。可说着说着，菲菲的眼神突然变了，她开始怒斥阿明的前男友，从他手中将阿明抢走。我从菲菲的眼中看出了醋意和恨意，就想赶紧离开这里。可菲菲却说，告诉了我这么多秘密，让我对她做出一些补偿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做到了化妆台上。很快，菲菲居然把我画成了阿明的样子，并且对我做出一些非常过分的举动，告诉我自己那么喜欢阿明，阿明却为了一个男人抛弃他，所以他就将阿明迷晕，然后抱到浴室里分解。眼看菲菲越说越激动，举起水果刀向我扎来，我急忙躲避，想要逃出他的别墅。可是屋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他关闭。危急时刻，张警官突然出现，一枪将菲菲击毙。就此，阿明的案件告破。很快，一个导演就注意到了我，要将我的经历拍成恐怖电影。我顺理成章的也成为了大明星。我在拍摄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，在拍跳传统舞那一段，我就像中邪一样，别人一碰我就发怒，随后便跳起了那段传统舞。副导演想要尝试叫醒我，可我却变得越发癫狂，吐起了白沫。直到导演冲进来拿掉我头上的桂冠，才恢复了正常。导演急忙解释，其实这只是犯了羊鞭风，请大家不要传出去。似乎这件事只有我不知道。副导演非常担心，想让导演停止拍摄，可导演却表示他玩的就是真实，不拍出鬼来，怎么能让恐怖片大卖？副导演担心出事，就买了元宝蜡烛祭拜，希望鬼魂在他们拍完电影前不要再出来捣乱。可当晚，副导演就惨死在了自己家浴缸中。另一边，导演正在剪辑室加班剪辑视频，可下一秒就有无数鬼影突然出现，将导演活活吓死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非常震惊，导演和副导演都没了，还拍什么电影？我意识到肯定是他们拍摄电影的时候触怒了某些禁忌，于是我便来到阿明的墓碑前请求原谅。可在我回家的时候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我猛然被惊醒，发现自己居然换了衣服，在广场上跳舞。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我打电话询问剧组的摄影师。就在摄影师要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，电话信号突然断了。我知道他发生了意外，于是急忙向摄影师家里赶去。我在摄影师的电脑文档里发现了端倪。就在剧组开机的当天，大家都在举行破台仪式，唯独找不到我这个女主角。摄影师在道具室找到了我，当时我就带着那个诡异的桂冠，面目狰狞地跳着民俗舞。摄影师喊来导演和副导演，3人合力才将我头上的桂冠摘下来，我毫无印象地晕了过去。摄影师提议将这个邪门的桂冠拿到庙里烧毁，可导演却为了电影效果，要我当天带着他跳舞，这才发生了后面一系列恐怖的事情。我意识到，只有销毁那个桂冠，自己才能躲避厄运。于是我便来到道具室，找到了那个桂冠。可一直作怪的那个鬼魂似乎有所感应，追了上来。我还是抢先一步，带着桂冠逃进了车里。可就在我向寺庙赶去的时候，鬼魂又把桂冠戴在了我的头上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就被控制着来到了郊外破旧的出租屋中。这里居然贴满了我成名后的相片。在看到桌子上的合影时，才想起是我的狂热粉丝阿梅。原来她见到我草根崛起的经历后，就立志要做第二个我。但他的长相实在不忍直视，又没钱去整容医院，于是就把黑诊所的医生请到家里为自己整容。结果黑医生手一抖，割到了他的大动脉。阿梅断气前看到的是我接拍恐怖电影的那一幕，所以他才这么不甘心，要一直缠着我。而那个黑市医生也不敢报警，就把阿梅的尸体丢入了河中。就这样，一生爱美的阿梅被河水泡得面目全非。得知真相的我立刻就报了警，本以为将阿梅打捞上来进行安葬，她的怨念就会平息，可没想到她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得到安息，而是想要变成我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